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。今天视频的主角是真我697X 以及真我697 SE， 天玑8400处理器，7000的电池，还是1.5T。我这个呢，就是一个1080P 的分辨率的，骁龙6 Gen 4吧，然后是6000的电池，然后因为它们两个定位差距有点大，性能差距也有点大，它们游戏的负载呢差距也是相当大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不给它们的游戏画质统一了，我们就能开到多少就开多少，就用这个参数来打，看它们到底耗电怎么样。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。那么接下来就赶紧今天测试吧，先去吃个粉。粉都上好啦，我们吃粉的时候就放 B 站4锤60人视频，并且开启弹幕。左边的7X 的亮度要高很多啊，那得赶紧调高。让你去买个水，你给你自己买了一瓶，然后给我们两个买了瓶大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清占普洱吗？他没要啊，他等要了的。你要我们两个喝一瓶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2男1瓶吗？你是强行搞这种事情是吧？搞什么？又不是没有杯子。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，差不多看了20分钟的视频。真我697 SE 是100%的电。 677还有95%啊！为什么差这么多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王者荣耀吧。我刚刚扫了一眼7X的配置呀，它既没有环境色自适应，又没有手动调120刷新率，更没有增大亮度范围。然后它有些软件可能就是给我锁60，这我也没有办法了。SE 的王者荣耀可以开到120加最高的画质选项啊，下面都是拉满的。哎，我们7X就厉害了，是60帧加超高的画质。它自定义里面呢也不能开最高，都是开的倒数第2档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个配置打。我们刚刚进游戏发现 SE 的亮度好像会低一点呢，我手动把它拉到跟7X差不多了。然后我要更正一下，我给7X道歉啊，它不是60帧的王者荣耀，它是90帧的王者荣耀，对不起。而且刚刚吃粉放视频的时候，我发现7SE 的侧面亮度衰减有点严重啊。就看起来黑乎乎的一片。虽然我这个7X亮度上限比不过7SE，但是目前它一直是以最高的亮度在使用啊。我们现在王者都是开的6个音量，但是我就完全听不到这个7X的声音，全是7SE 的声音。我就给它音量调高2个吧。你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声音是吧？全是它的声音。我想知道你刚刚为什么讲那个话可以那么自然而然的讲出来啊？不是剧本吗？刚刚那句话绝对没有剧本。你瞅瞅对面上单，残血能单杀咱家射手。那你是辅助啊？你在哪啊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保护我们射手。第一把王者荣耀5v5打了24分钟啊，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轮信号测试吧，因为今天王者第一把打得比较久啊，我们就不打第2把了，下午再打。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，现在准备上传了。这个白色的壳呢是7X 啊，这个黑色的壳呢是67 SE 啊。点哦，我们是同时拍完的，现在67 SE 已经发完了，它都没有导出过程。对，然后这边还在导出，你看。啊，那这个处理器差距还是挺大的嘞。7SE 这边是有环境色自适应，并且它是5G-A 啊，其他这边就没有环境色自适应，并且是5G。而且它发送速度远远没有 SE 快。对，它不动呀，完全它就是处理了很久，现在我们准备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。2台手机我们刚刚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，这个7SE 呢就是很保守啊，就很低这个亮度，下载差不多。而且他们的广告好像都挺多的。左边开标了，哇，完了，怎么5G-A 打不过5G 吗？你们谁都不敢开是吧？现在？我觉得 SE 会略胜一筹。右边这台有小横条的是 SE 啊，7X先下完了。SE 大概慢了5秒钟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在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上网。SE 现在是5G-A，7X还是5G 啊？我们来刷一刷好看的东西。而且7SE 的屏幕亮度是要高一些的耶。有一点很明显，就是7X这边它肯定是没有高刷的啊。其实7X 这边是出现了一些那种黑色的嘞，只是时间持续的不长，都会有一点点卡顿吧。其实刷快的也差不多，他们都会在某一个地方加载一下。但是7X这边是感觉要多一点且明显一点的，你看它刚刚没碰它才动了一下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电信卡上网。现在2台手机的电信卡都是5G 信号。哎，这个60帧真的刷起来好难受啊！你们先刷吧，我打算喷射去了。
拜拜。在慢刷的情况下，其实两台手机的表现是差不太多的。但是七叉这边呢，还是会，第一是60帧，第二就是它还是会有那种黑色的很短暂的加载啊。快一点，它们的表现其实就跟我们刚刚用联通卡差不多了，也都是会卡顿，但是还是七叉这边会显得稍微多一点啊。刚刚我们打了一把王者荣耀，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信号测试。现在 SE 还有88%的电量，七叉还有85%的电量。在粉店进行完测试之后，两台手机都已经使用了1小时2分钟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高德地图步行导航，去往中午测信号的地方。既然某人正在喷射呢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手机的外观呢。我是觉得这个七叉它做的还挺好看的嘞，有没有感觉到啊？对啊，它这个后盖是一个这种机甲的风格啊。虽然好像是塑料的啊。是的，这个 7S-E 的我们买就是黑色的，它是这种磨砂的，它的防指纹效果就会好一点了。这边就会指纹明显一点啊。然后它们的壳呢，你看这个七叉的是一个这种像瓦楞纸一样的这种纹路的壳啊，质感还可以，半透明的。7S-E 这边呢就跟颜色是匹配的，也是这种黑色的磨砂啊。回来了，刚刚喷射的很激情了。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不走呢？现在有一个书杯，他忘记了带充电宝了，我们又要在这里等他。现在我们使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到我们中午测信号的地方啊。路上我们会刷一下美团，看一下我们中午吃什么。需要说一下的是啊，我这台七叉的高德地图也是60赫兹啊，很卡顿呢。SE 是120，但是我怎么一上来的位置好像有点偏呢？哎呦，你看，它飘回来了，它飘回来了。你也是错的吧他是给我导到了马路对面的，他给我的定位是错的啊。 ？SE 的定位是对的。哎，现在这个屏幕亮度是 SE 的要高一些哦，遇强则强啊。哎，它也拉上来了。哦，满了。满的情况下还是 SE 要亮一点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七叉的极限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体谅一下好吧。现在我们来刷一下美团，看他们有没有加载方面的问题啊。来快速刷。七叉出现那种白色的。SE 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可是它现在刷美团是120帧啊，对，还挺流畅的啊。慢慢刷是可以的啊，但是快刷就会有大面积的留白了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 Neo 7S-E 啊，它这个自动亮度突然一下又下去了，看到了吧？太保守了吧？真的保守。你7000毫安时啊，没必要这样吧？那我还玩个毛？回来了。拉它就可以拉满啊，它现在拉满了之后还是比七叉要亮一点的啊，但它这个自己就会降下去啊。我们刚刚沿着这条路走了差不多300-400米，哎，我突然发现这辆 SE 的位置又错了，又到马路对面去了。哎，你比七叉好一点吧，七叉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，好吧，动都不带动的。SE 好歹还会横跳一下。我们刚刚过了路口，两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现在导航是让我们往右转，哎，我们不小心走错了，会往左边走，看两台手机会不会给我们规划新的路线。刚刚那段路程的 7SE 是一半的位置是对的，另一半的位置也是错的，跟七叉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我从来就没有对过。差不多在哪儿啊？后半段跟你差不多差。我们沿这条路差不多走了30-40米，两台手机几乎是同时重新规划的路线呢。毕竟他们的定位也一直是对的，这段路的表现还不错。你看在干嘛呀？再看，和你贴呀。我们现在要右转，但是两台手机的定位跟路线都是错的啊，给我们定到我们的斜左上角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往前走吧，看他们会不会变化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 7S-E 为什么屏幕亮度降得这么低。你给我拉高。啊，完了，它是不是发热了？它拉最高了。哎，回来了是不是？哦，又回来了。你刚刚那个亮度为什么是最高呢？对啊。你看我七叉一直是拉高的。我开一下增大亮度范围试试。啊，要打开这个增大亮度范围吧，打开吧。啊，它这样子就比较亮了，看着就比较爽了。七叉这边就，但是它挺坚挺的，这个亮度一直是这么亮啊，比它这种偷偷降亮度这种小人要好得多啊。我们正大光明。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天气啊，天气预报是说7到20度啊，然后现在也是有17度的，阳光还是挺大的，但是也就只有这么多而已啊。SE 的位置对了。哎，我都没注意，好吧，我看摄像头，七叉的位置也是对的，你别叫。SE 现在的位置对了，七叉怎么说？你刚刚不是跳回去了吗？你为什么避而不谈呢？什么叫跳回去？你刚刚这段路就是在反复横跳啊，然后七叉的位置一直都是对的，定位很准确。SE 其实是表现更差的，但他不说。什么叫定位准确？等一下，你那就是反应慢一点。七叉也回去了。什么叫也回去了？我的 SE 明明是对的。你是刚刚对的，你之前我这对，一直是对的。没有，你刚才那边是不对的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七叉的采样慢一点，
所以它本来是对的，又整的不对的；本来是不对的，又整的对的。就他反应慢一点是吧？对啊，就跟他人一样嘛。这就是他的个人猜，人身攻击不是，这就是他的个人猜测，我不认可，我不认可，他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。你现在是对的错的？错的呀。那我现在还是对的。那我们俩总对的时长其实还差不多的啊，你叫什么？什么差不多？我明明就错了那么1、2下。完了，我也错了。就是吃叉不会来回跳，但是他错就一直错，对就一直对啊，很稳定。我们又过了一个红绿灯，现在吃叉的位置是对的了。SE 说话。SE 很稳定的错了，采样率太高了是吧？有错就要认，好吧？采样率太高，你刚刚怎么不认呢？刚刚怎么了？你刚刚在那边错了，你为什么不认呢刚？刚没错呀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好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又过了一个红绿灯啊，在上一段吃叉的位置是非常稳定的，非常精准啊，一直是对的。SE 在过红绿灯之前的一段路程是对的，那现在又错了。那你去调理吧。等一下再调，现在有车不让我调。哎，我对了。往道路里面走了一段就对了。哎，你又错了，你又跳回去了。啊，吃叉很稳定啊吃叉是对的。你就反应太慢了。对了，SE 对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用看我了，我就是对的。又错了。怎么说嘛？现在 SE 一直是对的了，看来还是得需要调理一下。不用说啊，吃叉一直是对的，好吧 ？I don't care。异步发音。I don't care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到目的地了，我们高速导航了快34分钟。它最后一段呢，吃叉也是一直是对的。SE 呢，在最后一段呢 ，SE 也终于对了，不用调理了。而且我们途中呢也刷了20分钟的美团。但是整个过程中呢，吃叉的表现是更加稳定的啊，大部分时间它都是对的。这个 SE 在我们打开了增大亮度范围之后啊，拉的比较高啊，它这个亮度就会比7叉要稍微高一点了。但是呢，7叉这个亮度也还 OK 啊，比一开始是要高一些的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28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1小时38分钟的手机了。现在吃叉还有73%的点。SE 是74%。这个差距拉回来了呀。现在我们让他去吃甜品吧。为什么让他去你不去啊？我不想去。刚刚12点28分的时候，这个吃叉是73的点，现在32分啊，就过了3、4分钟，它直接掉了2%啊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动哎。对啊，它待机掉的这么快吗？你这个呢 ？SE 没问题啊，现在是74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厕所啊，信号非常的差。左边这台没有小横条的，并且下巴比较宽的是7叉啊，右边这台有环境车自适应的且有小横条的是Neo 7 SE 啊。两台手机都是4G 啊，联通打电话，我开打。好，7 SE 先通了 ，OK， 7叉也通了。微信发一个表情包，3、2、1，点。哎，又出现那个问题。哎，好。吃叉是稍微慢一点的。这个微博好像刷不了呀，两台什么都没有。我们都进来了有个20秒了吧？哎，7 SE 还是先刷出来一点东西喽。但 SE 是没有图片加载的啊。就都还是比较慢吧，但是7叉会更差一点啊。那这个7叉哦，终于刷出来了一些东西了。那我们同时再刷新一下，3、2、1，走。啊，7叉还是先刷新了，可是它除了刷新了，没有别的东西啊。哎，出来了，哎，是刷出来一点图片的哦。7叉怎么说7叉选择放弃抵抗，刷抖音吧。怎么说？两台好像都有东西啊，我们往下刷。打大底好这个抖音。哎，好，都能刷出来，耶、刚说完。SE 提示网络不稳定了。啊，这边也网络不稳定啊，都挺差的吧？哎，但是7 SE 还是会稍微好一点啊。它能刷出来新的，但是刷不出什么内容，就网速是挺慢的。现在两台手机都是电信卡，直接打电话。都是4G 啊。啊，7叉先通了。啊？7 SE 为什么不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这么慢？它已经切到电信了呀。啊，通了，慢了差不多10秒钟啊。感觉不妙啊！现在我们用微信发送3个表情包，3、2、1，点。啊，这速度差不多了 ，OK。我们现在进入微博了啊，然后我们都刷新一下，3、2、1，走。哦，7叉快一点。完了，小老弟，我2次、3次。7 SE 怎么回事？4次。啊，4次才刷出来1次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吧？来，3、2、1，走。这1次，我2次。3次 ，SE 投降好吧？又是4次，好，稳定复现，好。我都不知道他在笑什么，7叉是我用的，他还在那笑。现在是我用的。现在我们来刷一下抖音啊。点个赞好。
点个赞点不了。SE 现在是完全没有画面啊，吃叉刷的很爽。哎，这个电信这个 7S1真不行啊！刚刚我们给 SE 重新开关了一下飞行模式啊，现在再来刷一下抖音，3、2、1点。哎，还是7叉先出来一点啊！你这个刷的什么东西啊你？跳绳啊，我喜欢跳绳。卡住了。这是图片。哦，再来。好，往下刷，那不就不行了吗？你这个 7S1电信真不行了吧 SE 这电信确实不如7叉啊。它这里的表现就是联通 SE 稍微好一点，但是电信的话 SE 是被7叉完爆了。哎，赶紧出去吧，赶紧出去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地下车库，两台手机现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。我们来扫一下二维码，3、2、1，微信1米。扫到的速度倒是差不多，但进去是 SE 快一点啊，还是微信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、5米的样子了，来3、2、1走，直接走吧。这能扫出来我吃？吃什么？吃我的。扫不出来了，你自己吃你自己的。哦，他们两个现在放大到差不多了，哇，7叉先扫出来了，你走。我不想走，算了，我还是走。哎呀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但是7叉是要快一点的。现在我们又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，微信1米开 SE 能不能扳回一城？3、2、1走。哦 ，SE 先扫到了，7叉稍慢一点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啊，来3、2、1走。走吧。从取景框里面看是7叉的要亮一点，而且7叉的对焦是对的准确一点的。7SE 这边就非常的糊啊，而且很黑。毁灭吧！二维码都要把我填满了。我终于扫到了。哦，7SE 还是先扫到了。7叉这边虽然要亮一点，但是扫不着啊。噪点太多了，我感觉我再往前就码都溢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1米的地方了。对，而且它码已经要出来了。对。还是得亮才行。对，暗光下还是这个 SE 要强一点啊。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是前置。前置这个效果很明显是右边的 7SE 要好一点的啊，它屏幕现在会比7叉要亮很多这个7叉看着人很惨白，没有血色。对，7SE 这边就显得会比较红润一点，而且它美颜是比较明显的。7叉这边就会更真实一点，但是不好看。它们的前置视角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啊，它们的后置摄像头可以明显的看到是这个 7SE 的效果要好一些啊。这个7叉这个后面都有点过曝了，7SE 这边还是比较真实的啊。视角的话也是 7SE 的会稍微广一点的，7叉这边就显得会窄一点啊。我们已经打了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终于到北城了。现在 SE 还剩68%的电，7叉还有66%的电啊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04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2分钟的手机了。现在天气终于好起来啦，但是这手机拍照也不太行。那我们先刷5分钟的微博吧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个环节了。阳光下刷5分钟的微博啊，天气终于是好了。现在的气温是19度啊，两台手机它们现在自动亮度都差不多拉到最亮了。SE 呢差一点，给它拉到最高，它显示耗电高啊，它是开了增大亮度范围和环境色自适应的，7叉这边是没有的啊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刷微博啊，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个亮度就是右边的 7SE 要高很多哦，而且刚刚据他们所说啊，左边的7叉是转子马达。哎呀，1000块钱就不要求那么多了。7叉还是5G 网啊，7SE 还是5G A， 两台手机现在都是能够均匀的晒到太阳的哦。这样子看7叉这边这个下巴确实好宽哦。哎呀，千元机就不要那么多了。你能不能换个接头？你有没有别的话呀？从这个滚动的阻尼感上来说的话，是右边的 7SE 明显要丝滑一些的啊。千元机就不要求。你不要说了。现在刷了差不多2分钟啊，两台手机都降了一些亮度了。尤其是右边的 7SE 啊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没有一开始那么亮了。我们今天到目前能够感觉到这个 7SE 它的自动亮度策略是比较保守的。现在刷了大概3分钟啊，还是 7SE 的亮度会高一点的啊。现在已经刷了差不多4分钟了，感觉两台手机的亮度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了。7SE 呢还是会稍微高一些，7叉这边已经有一点点看不太清楚了啊。你再说一遍嘛？不是你们不让我说了吗？现在我们已经刷了大概5分钟了，右边的 7SE的亮度始终会比7叉要高一些的啊。再看一下他们现在亮度啊，7SE 还没有拉满呢，看到没？它自己掉了。我们再把它拉到最高。
啊，现在它就跟一开始的领先幅度差不多了。两台手机的网络跟帧率在这里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为什么我要拿这两台手机拍照呢？修身养性吗？刚刚我为什么就接到这两台手机了呢？是这样的啊，这台7X呢最高只有 4K 30帧啊，这台7SE 呢是有 4K 60帧的。那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拍 4K 30帧给大家看一下了啊。优雅小宝已经等候多时啊。标准防抖，其他都不动 ，4K 30帧。现在我慢慢的向它走过去，很帅很帅。这个7X还是感觉有点惨白啊，7SE 这边会更真实一点啊。从屏幕上来看的话啊，现在我慢慢的向它转圈。现在我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，现在我在跑着转圈，太阳呢还是在我们的1点钟方向，这两台手机好像都没有什么眩光啊。我们再来找一找眩光，有没有啊？我从这个取景框上好像是没有看到的。但是这两台手机就算有眩光，好像大家应该也不 care 吧？拍你就非常明显了，这里是个顺光的情况啊，很明显是右边的7SE 会要真实且好看一点啊，这个7X呢就很惨白，这是从取景器上看到的情况啊，成片不一定啊，大家到时候看一下这个成片吧。我们现在准备拍人像，这个7X呢，它人像没有焦灯的选择啊。可是7SE 是有1倍和2倍的，那我们就都用它们默认的来拍我们的优雅小宝，顺光拍一张，逆光拍一张吧。今天他们的拍照就少一点啊，打游戏可以多打一点。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啊，这个默认的7X它的美颜是没有开的，但是7SE 呢是默认美颜调到30。那我们就把7X的美颜也调到30吧。有一说一，这个7X拍出来是真的丑啊，不是说小宝丑啊，小宝还是优美的。哎，顺光，人像上很明显还是7SE会好看一点啊。这个7X呢，它虽然看上去有2颗镜头啊，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超广角的，它几乎就是个单摄的手机，好吧？这个7SE 呢还是有超广角的。那为了对比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拍超广角了，我们最多就拍到10倍，因为7X最多只能10倍，但是7SE 呢可以拖到20倍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啊。我可以说对拍照如果有一点要求的话，还是选一下7SE吧。这个7X的拍照从取景框上看，感觉就是很多年前的手机啊。应该不会比我们之前测的魅蓝还垃圾吧？那倒还是不是，那个是唯一真神，而且7X应该是没有光学防抖的。从取景器上看，确实是这个7X的解析力好像要稍微好一点嘞，但它颜色真的好丑啊，成片不一定啊。再拍一下那边吧，就是我们远处的长沙音乐厅啊，很烦，为什么要给我拍？你们老是要这样子折磨我是什么意思啊？除了光学防抖之外呢，这两台手机它们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点那个变焦的反应速度，那确实还是7SE要快一点的。这个7SE老是给我一种对不上焦的感觉，跟我们之前测过的一些真我有点像啊。我们再逆光拍一下那边啊，很烦。7X这个10倍真的太抖了，扫码机真的就是扫码机了啊。我再拍一下这个绿色的叶子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就只拍这一张了。这一张我好像在取景框里面看到它们的眩光嘞。那从这个眩光来看的话，7X的还是大一点点啊。我们在阳光下刷了5分钟微博，拍了2分钟4:3帧视频以及15张照片。现在 SE 还有61%的电，7X还有59%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29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22分钟的手机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使用高德图车载导航去中午吃饭的地方。我们会经过南湖路隧道，我们会重点关注他们在隧道里的表现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上车了，2台手机都是走南湖路隧道啊，他们的路线也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已经行驶了快1公里，发现他们俩都没有3D 车道机导航了。我们已经把软件都更新到最新版本了，上面都显示车道机导航，就很邪门，可能是千元机不配。我们2台手机张张已经重新开装过自动亮度了，但是发现右边的 SE 会稍微暗一点呢，它这个自动亮度确实不太积极。我们张张在湘江中路上行驶了4-5公里，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转2个弯就要进入到隧道了。先来看一下这个左转，左边的7X反应好像稍微快一点点。再来一个右转，右边的7SE 反应先快一步。
好的，我们现在进入到隧道里面了，两台手机还是没有3D 车道级导航啊，那我们的描述可能就不会那么精准，我感觉 SE 都有点看不清了。两台手机的进度是差不多的，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弧线上行驶，两台手机的实时位置应该是在这里吧。我们现在即将进入到左侧的岔路口，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两台手机应该也进来了，我反应速度都挺快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从隧道驶出来了，右边的 SE 亮度提的还是挺快的。OK， 我们已经回到主路了。从隧道出来之后，两台手机的导航也没什么区别。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。导航了28分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呢，由于两台手机它都没有3D 级车道导航啊，我们也看不出来太细致的表现。两个手机差距不多吧，都还挺准的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13分，我们手机已经使用了2小时54分钟了，气差现在还有54%的电。SE 还有56%的电，都2点了，赶紧去吃饭吧，真有点饿了。你怎么就在这了呀？这不是你们让我下来点菜吗？着急吃饭了是吗？刚刚已经把我们今天干的事情告诉你了，猜一下电量吧，经典猜电量啊。你们的亮屏都不到3个小时，你有7SE 60%，你有7X 55%。你觉得七叉要差一点是吧？对啊，电池不是小一点吗？但是我忘记告诉你一个事情了，我们今天并不是同等的负载，因为王者呢七叉呢只能够开90帧。那是我还有改的自己机会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一样，都60%吧。60%啊。SE 是56，七叉是54。其实也没差多少，就是我估多了。但是他们一个6000，一个7000，一个1080P，一个1.5K，而且七叉锁60很多。你怎么就开始吃了？我没有。拍到了。拍到什么？拍到你嚼了。没有嚼啊。喝水要嚼的是不是？对啊。你为什么没有人帮他一下呢？帮他戴手套。帮我戴个。帮他戴一下呗。帮我戴一下。没有戴好。没有戴好很危险的。要掉下来了。你们两个真就看着呢。盛情呢，其实他要上手呀，给他体验一下。我们今天就先吃饭、拍照，再打金铲铲啊！1倍拍全部，2倍拍单张，全都是默认。OK， 这个七叉非常难看，而且它的取景框打到2倍之后是有点卡卡的啊，而且它没有光学防走。你们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了，一看就是那种便宜手机拍出来的啊。从这个取景框上，7SE 也不是很好看啊，而且它的取景框真的没有七叉那么锐啊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就看 B 站原画直播了。亮度方面呢，还是七叉感觉要稍高一点的。那我给 SE 调高一点吧。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为什么现在吃的这么嗨呢？饭是饭，菜是菜啊。他在吃肉啊，没吃饭。那你在吃什么呢？我也在吃肉啊。那你等下不准吃饭了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已经看了半小时直播了。现在七叉还有49%的电，SE 还有52%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，我们已经使用了3小时26分的手机了。来吧，我们换机吧。不想用你的垃圾手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打金铲铲。金铲铲的 SE 是120加超清加至臻全部拉满的这么一个画质啊。七叉就只有60加超清加极高，太拉了。他们两个这个负载差距是非常大的啊，感觉这个金铲铲打完，我的电量应该就不如他了。开展，你坐在旁边是干嘛呀？观战啊，学习一下。真正的大师都要抱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我操，他们说这个15毫瓦，他把这个充电口的注速都给阉割掉了。我真是服了，我靠！你看你们两个虽然坐得这么近，但始终还是有点隔阂。你虽然离得远，但感觉是没有隔阂的啊。老板，请发言，老板。虽然我们是在室外玩的，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太阳啊。然后我这个是120帧加最高的金铲铲，就是即便是隔着这个厚重的手机壳，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它后盖的发热非常严重啊。要不我们把壳摘了吧？有什么可摘的？我这才60帧。哎呀，你的1血怎么就没了？2血都没了，1血是韩宝入的呀。不是剧本啊，朋友们，我没有说任何话，他们自己演的。狠狠的入我8滴血。我感觉这个677叉的这个后盖还挺好看的。是还可以啊。我觉得它虽然是塑料的，但是我看上去好像没有那种塑料感很重的感觉，感觉比 K80好看一点。抢老子怪，直接死！抢了怎么样呢？直接死呗。狗抢。他的就是你的是吧？你为什么站起来了？因为它这个侧面亮度太低了，看不清啊。不是，老子刚3星，碰到这个盲僧了，玩个蛋，抢啊！我都被控到死，玩你他妈呀！
那老子真无语了。妈的，最后一秒搞了个三星侠，碰了个三星瞎子，一个技能没放没了。上一视频有一个人说要我们把你的脏话剪掉，为什么不剪啊？我让你们剪的呀。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？怎么样，这个还烫吗？是有点烫。我边框没有热到握不了，边框还可以，后盖有点烫。我他妈差。你还有个妮蔻，差一张奇安娜，赶紧什么奇安娜哦，是他呀，那你投了吧。我发起投降，退出游戏好，结束了。激流勇进。他这个两块好多。他60帧当然2块了，而且还没带壳。我们打了35分钟的金铲战，现在 SE 还有31%的电。他打的是120帧加至帧啊。七杀现在还有39%的电，我打的是60帧呢。现在我们用了4小时5分钟手机了，那我们赶紧去书里喝点东西吧。喝奶茶之前呢，先用支付宝扫下共享单车二维码，3、2、1送。咦，他对焦好慢，他真的对的好慢，扫码机的。哎，啊，他进入的也挺慢的啊。奶茶店门口再扫着二维码，我送，还是支付宝。你看，这个七杀是要慢一点了。完了，大事不妙，不是一点了。进不去了。哦，都有点慢，它这些网络啊，但是 7S1 已经进去了，你看。哦哟，加载的好慢啊。这个七杀终于进来了，挺慢的。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非常抽象的树一烧仙草了。现在七叉是联通4G，7S1 是联通5G。大家众所周知，这里联通5G 是一个陷阱，好吧？微信里面已经拍了1分钟的视频了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哦，这个 7S1 导出来是快很多的啊，跟上午是一样的。处理器可能差距是有点大的。好的 ，SE 已经先发了。啊，七叉现在才发。哦，好的。它虽然是5G 网，但是它已经发了很多了。啊，七叉这边也开始发了，一边转一边发，就开了。这还不开，这过半了。反正是很不公平的一集，好吧？好，7S1 已经发完了，然后七叉这边正好发了一半。变快了速度。好像是变快了一点了，但是它还是4G 网啊，那就是被抢了其实。好的，我们在这里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，来，依旧是七叉是4G，7S1是5G，来3、2、1，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速度。哎呦，现在这个七叉怎么还有1兆多呢？哦，这个4G 确实还是快一点啊，在这里。这个5G 的速度就没有这么快了呀，完了，上当了。这边七叉的速度是 SE 的2倍还多了。哦，七叉可以一直稳定在1兆左右啊，这边只有100K， 这个5G 是什么？纯陷阱。哎，七叉也变5G 了。哦，完了，哦，到5G 他们速度都下来了，耶！哇，七叉它在这里选择了5G 之后是更快嘞。这外形科技嘛，为什么我们家16E不是这样的？这个和我们的16E比较像。它比你多一个 S， 那是 SE， 开不开？开了呀，我这么屌。这没有悬念的一节，这能赢吗？你们就喝上了啊！你还挺自己的是不想关注七叉了，为什么你能这么粉啊？你好粉嫩啊！给大家看一下荧幕喝的呀，你看这种粉粉嫩嫩的，这颜色真的好少女。粉色怎么就少女呢？粉色明明是代表男性的力量。你要被冲的。好了，七叉下完了，不用看这边下了40兆，直接退出。太慢了这个 SE。那我们再来一把5v5王者荣耀，还是均衡模式，能开多刀就开多招。你不就90帧吗？你还说这种话？90帧已经很招了，好吧？你连自定义里面开的都是倒数第2档。有些 iPhone 只能开60帧。那我干嘛？我们现在已经打了12分钟的王者荣耀5v5了。这台 SE 呢是在11分多钟的时候锁到了110帧，并且在之前它出现过一次460的情况，还有几次黄色的卡顿。它现在还是110帧以下的。七叉的90帧没有任何问题啊。90帧该有问题吗？你扪心自问一下。它短暂的460了2次啊，但恰好都是在我死的时候啊，所以它表现还行吧。我现在打团了，我这里75帧了。现在回到你看83。回到90了。一打团就掉帧，意思就是。你死了就回到90了。刚刚打一个很激烈的5v5，70帧左右吧。SE 就稳定在110帧上下。第一把王者荣耀5v5打了15分钟啊，在11分多钟的时候 ，SE 是锁了110帧，并且持续到最后，期间出现过1次红色和3次黄色。七叉在最后1、2分钟打5v5团战的时候，短暂的掉到了70多帧，它的网络就红了2次。其他没什么问题了。第2把游戏我们就打10v10，并且打开他们的 GT 模式，超级 HDR 画质。我们开了 HDR 画质之后，发现这个画面好艳呢。这台是七叉啊，
哦，你的也好艳，但是你的没有这个7叉艳哎，你看你这个衣服的红色，饱和度都溢出了。因为它本身游戏是开不了 HDR 的。这把游戏打了9分钟了，我这个7叉在打团的时候最低会掉到60多帧，太恐怖了。SE 呢，它的帧率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它的网络延迟非常高啊，经常会变黄，而且它70、80也会显示绿色。它平均延迟最低我也见的是50多。我黄了，张张。在10分钟的时候 SE 是红了啊，现在还在红啊，对吧？还是红了，完了。然后你看这个历史消息的话，它是说当前网络状况不佳，请检查网络连接的。我刚刚已经红了很久了，现在还是黄色的。7叉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一直是绿的。现在一直是黄色。刚刚那把10v10呢，我们打了12分钟。这个 SE 呢，后面10分钟表现是非常糟糕的，它的整体平均延迟是很高的，而且出现了很多次变红变黄的情况。7叉的网络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帧率太不行了，打团的时候能掉到60来帧。然后今天我们上午是只打一把嘛，所以下午呢我们就再打一把10v10吧。第二把王者荣耀10v10呢 ，SE 就没什么问题了，网络跟帧率都很稳定，打了13分钟。7叉的网络没有什么问题，帧率的话最低打团可以掉到50多帧。真是太可怕了！现在是下午的4点54分，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9分钟的手机，7叉还剩19%的电 ，SE 还有8%的电，那我们赶紧去坐地铁吧。拜拜，拜拜拜拜！现在来看我最喜欢的东西啦，抖音抖音抖音。咦，怎么进不去？完了，好，这是他可以，哦，对，这是他的。为什么别人都开始穿短袖，你还穿着秋衣啊？因为我怕冷。老年人是这样的，我们年轻人穿的就很少。脱，你就想看他脱是吧？我想看你脱。我就穿2件。你现在是人体蜈蚣中间那个人，坐在这样的胖子中间真的好挤。我还是没有他那么挤吧？你不就是最喜欢被我们两个挤的吗？谁说的？我没说过这种话。那也是被他挤是吧？你被他挤。看了10分钟的抖音，现在换小红书吧。这么不想换吗？好可爱这个韩宝，这个好可爱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好可爱。你找到了吗？就在对面呢。就这个，这里面没有。刚刚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啊，现在换淘宝，我们就要出地铁啦。这是他的号来，怎么又刷这个大 Q 了？他要买电脑啊，5090。夜神哎。怎么说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它为什么卖这么贵？皇者之家，这是你的号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时候一般我会看的，天价小宝。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你点开看看呗。你确定还能发出去吗？这个？这什么？这香水啊？干嘛？有病啊？没有，我就问你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已经从地铁站出来了，我们刷了25分钟的信息流，期间呢他们的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 SE 还有4%的电。7叉还有15%的电，现在是下午的5点33分，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33分的手机啊。考虑到 SE 的电不多了呢，我们赶紧用百度地图和步行轨迹记录下我们穿南门口巷的过程，看2台手机谁的步行轨迹更精准一点。快走吧！你这一段要做字幕，要他作死哎！啊，我好顺啊，好牛逼！你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啊？因为 SE 现在只有3%的电了，我们不确定它有没有省电模式啊，我就怕它突然关机，到时候我们的路线就白记录了。我把充电宝给你好吧？可以。完了，朋友们，完了，没有回头路了，在施工。可是老朋友还在那啊。来吧，我们换一条回头路啊。3%啊。其实我不是很懂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们走进去，因为反正你们要出来的。OK， 还在。2%了，让我立即连接充电器。我们走了11分半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现在先看一下2台手机的轨迹起点。7叉就很明显的不准一点了啊，但是这边也没好到哪去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南门的位置啊。往里走，哇，好接近呢。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哎。耶，你这个怎么到上面去了？我的7叉还稍微好一点。稍微好一点哦，这里啊，我们在这里绕了一个回头路。都比较差，但是这个 7SE 好像是更差的啊。我们是沿着这儿下来的呀。什么啦？你这个 7SE 这是怎么了？这里？我的天！好奇怪啊！但是这2个都挺差的。哇，这里7叉好差。对。大奈小池这个位置7叉会稍微准一点啊，这个 7SE 就飘到路里面去了啊。我不想平了这2台。这是什么？没有这样回头的。不懂啊，这里不理解。SE 也有一个凸起，这里。你这个好像一个
好，不说了，两个楼之间，都不是很在，但是7叉会稍微在路上一点啊。我的说实话天哪，这弧线是啥呀？沿着文庙平向， ，7S1要好一点了，因为这里会稍微开阔一点了啊。后半段两台手机还可以啊，都差不多。这么开阔都不能识别到路上吗？哎，可是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，7S1还是会稍在路上一点啊。我们就说一个都差不多吧，都挺差的吧，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吧。可是我觉得7S1某些地方可能会更离谱一点啊，而且它现在亮度也低一点。现在 SE 还有1%的电了。哦哟，7叉是12%，现在是下午的5点48分，我们正好用了5小时48分的手机。那么最后1%的电，两台手机打微信视频通话吧，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依旧是我们经典浪漫夕阳的这么一个角度啊，很浪漫，很浪漫。你为什么要戴帽子？我爱戴，安全一点。安全帽是吧？那你平时戴安全帽吗？那分什么时候？动头的话就会戴。你笑什么？我说实话，这个 SE 的自动亮有点太灵敏了。你看现在是很暗，对吧？我现在稍微这么一下，对着下阳光，是不是亮了？对，是的。然后我现在再过来，立马亮了，太灵敏了吧这也。但关键是它现在这个自动亮度我是不怎么看得清的呀，在这个阳光下。 7叉挺正常的，你怎么没有补戴了呀？分时候戴呀。你喜欢一开始戴，后面补戴是吧？骑车的时候肯定要戴呀。朋友们，6点了啊！虽然今天外面天还很亮，但是那边也要亮灯了。好像已经亮了，但是不太看得出来。与此同时呢，它还没有打完啊。朋友们，事发突然，它是没有那个紧急模式的，它已经没有电了，就刚刚没电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打了19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这个 Neo 7SE 没有电了。OK， 现在 Neo 7叉还有8%的电啊。现在是晚上的18点08分，那就意味着这台 SE 的亮屏时间就是6小时08分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总结，待会儿见。我来总结一下我手中的这台真我 Neo 7SE 吧，它今天的亮屏时间是6小时08分钟。为什么它今天7000毫安时还没有干过这个小弟的6000毫安时呢？还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统一负载啊。比如说金铲呢，我打的是120帧加至臻，王者打的也是120加拉满，而它的负载会低很多。如果按照正常负载呢，续航肯定是比较好的，并且同样为7000毫安时，我觉得它的续航成绩应该是会比我们之前测过的那个版本的 Neo 7要好一点的。毕竟它的续航也是突破了6个小时嘛。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满意的是它的这个亮度啊，它的自动亮度策略呢有点迷，太过于灵敏了，导致我在很多时候需要它亮的时候看不太清啊，稍微翻转一下它亮度就起来了，我真的用的时候呢又暗下来了，很不爽啊。还有就是它的网络表现，在那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，它的电信网络表现是不如7叉的，但是联动表现会更好。还有就是它在微信视频的上传过程中啊，它几乎没有导出过程，并且发送呢也比7叉要快，可能是芯片的原因吧，它这个6键4处理的比较慢啊。除此之外呢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了啊。那么剩下的交给今天的另一位选手，真我 Neo 7叉。哇，我觉得 Neo 7叉这个手机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。Neo 7SE 没电的时候，我这台7叉还剩8%的电。它唯一今天我觉得比 Neo 7SE 表现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亮度，虽然它的最大亮度不够亮，但是它胜在比较稳定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两台手机表现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记录呀。在那种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特别不准，偏离的特别多，而且他们俩高德地图的车载导航都没有车道级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准不准。另外我还想说一下，7叉的步行导航表现是要比 SE 要更好的。还有在网络特别差的树玉朝天草，Neo 7叉竟然反杀了 Neo 7SE 啊，它的速度都比它快着10倍吧，哇，真的太离谱了！而且它在那里的网络稳定性也很好，不像 7SE 动不动就红啊。但是呢，它打王者10v10 90帧是稳不住的，打团的时候会有50-60帧的样子。这6进4还是有点不太够的。至于这台手机的拍照呢，就不说了吧，就是一个扫码级的，而且它没有超广角，扫码级它在那种很黑的地方也基本是很难扫出来的，而且它录视频也没有4K 60帧，最高就4K 30。哎呀，就这个拍照规则，如果你对拍照有一点点要求的话，它还是 pass 掉吧。总的来说，这两款手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还是更推荐 SE 吧，毕竟它能开的画质呢更高，而且呢7000毫安时大电池你也用得更爽一点。这个7叉就是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吧，不如加几百去上更好的配置啊。他们现在的价格呢，国补完之后是差500，买二手的话可能就只差个300左右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关注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online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